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梅，今天来回应一下这个房子的产权问题，大家都很关心哈。这个房子啊，我们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，就是如果有集体的来闹，就是大不了他们把集体的摘了，然后我们住在私人这边就可以了。我们想到的解决方法是这样子的，但是最近啊，也没有村民来闹。也没有来说什么房子产权有问题，就算他们来了，也只是在那里钓鱼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继续改造我们的房子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不住在里面，就拿来卖东西就可以了，做休闲酒吧那样子嘛，类似那样子，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做到那样子。我们就想卖点水啊，然后搞几张桌子啊，让大家坐在这里舒舒服服的，放松嘛。吃点烧烤啊，对，就是休闲小屋。这里还是不太适合居住，不太适合生活。我感觉生活是可以生活的，就是不涨水呢，还可以在这里生活。雨季嘛，雨季不要住这里，不是雨季也可以住这里的。不适合永久居住在这里。就是这个意思。维安娜今天也来了，她放学了，放学让她来农村玩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娜。这个房子的这个长度啊是15米，然后这个房子的占地面积是75平方嘛。当初我们跟他们了解的是这个房子，虽然说这房子框架是集体的啊，他们是这样称，但是楼主说买了啊。那所以说我们才跟老树买的。那地呢，有一部分是集体的，有一部分是村民的。他们说，村民的这一部分呢是从这个房间，就是这个客厅和厨房的这个房间过去的这个地，这里过去不是客厅吗？是吧？然后那里是厨房吗？然后他们说这个地上啊，这个地皮过去那边都是私人的，然后呢，从这里过去厕所那边啊是集体的。我们现在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说，如果真的是到时候集体说不让租啊，那我们就不搞集体的啊，集体不卖，那我们就不搞集体的，我们拆掉集体的这边，然后呢，我们留那边，是吧？那边是私人的地嘛。不可能，这房子还是集体的了吧？对，是吧？虽然老板在这里做鱼塘生意，盖的房子啊，一半是在私人的地上，一半是在集体的地上。如果集体说这房子是集体的，那你那边你怎么能说得成是集体的呢？是吧？那边也得是私人的才对呀。所以啊，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，如果到时候集体不让住，那我们就不住。这边的就不要，我们就要那边。然后呢，那边的私人地我们也跟人家租了嘛，是吧？如果是集体这边搞不成，我们就继续搞私人那边，还可以延长到那边去。那边呢，还可以补盖。就是有的观众叫你就是不要再投钱放这个房子了，去找罗叔退钱吧。退钱这是不现实了的。只要你给人家了，退是不可能退给你的。对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人家就是有问题要去找他，你有什么理由去找他退啊？你说涨水，那你买这房子你就得承担这种啊，是吧？人家有问题帮你解决，你有什么理由去找人家退？你也不好意思，到时候闹掰了，钱也退不了，自己呀也还在这里。对，要退的话，最多就是集体所有人都来闹，那才能退。如果偶尔有一个来说的话，老叔只会说你不用理他们，不用管他们。他们有问题来找我。对，他们有问题来找他，只会这样子。你退钱，所以呢不实现。如果真的是所有集体所有人都来开会商讨说不行，那才能退。要达到那个样子才能退。我们的钱已经花了，就是能做什么我们就做吧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个产权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并不是很担心，是吧？能搞我们好好搞。
反正我们有合同。产权问题倒是不怕什么，什么都不怕的，其实也不怕说就是到时候钱打白嫖了，全部都是投钱进去了，然后什么都得不到，不会那样子啊，那个不会。合同我们上面写了，如果就是我们改造这些，改造好了，房子有问题了，到时候罗叔要赔偿我们的。对，如果就是村民来说是村集体的嘛，那时候都还是好解决的。什么都能解决的。对，什么都是能解决的。只是说如果他们还是不同意，那我们就不要这边就可以了。对，如果所有人都不同意，那都可以，也可以退钱了，是不是啊？就看我们想不想要那边了。如果还想要那边的话，就可以不用退钱；如果不想要了，那就都可以直接叫他退钱，叫罗叔退钱了。因为合同上面已经写得清清楚楚，就是如果有产权问题村民来说争议之类的，都可以退的。我就叫退叫赔偿啊。我们投入的钱也叫他赔偿的。对。所以就是也不用担心，就是投入了，然后到时候我们用不了，然后呢就浪费了很多钱。就是这个问题倒是不担心的。那什么都不担心。如果就算是最终退不了钱，所有人来了都还是退不了钱，所有人开会讨论说是集体的了，然后罗叔还是不退的话，那我们的解决办法也是有的。你看，就是拆了这边，然后住这边，住那边，是不是？就那样子了。因为我们买了嘛。观众说房子是买的，那地是怎么回事？他们还搞不清楚。地是租的，租了20年。对，租20年。可能有新的观众不知道，就是这个情况。这这个房子呢是属于框架嘛，然后像是我们买车一样的嘛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呢，地呢我们租别人的地，然后拿我们房子放别人地上面，就这样子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就继续租就可以了。对。只是说地呢，从门那里、厨房、客厅那里过去是私人的，过来这边是集体的。就是我们如果租的时间到了，我们买也可以，私人他也愿意卖的。他们是有卖的意向。因为在这里没什么用。他们那块地放这里没什么价值。对。种也种不了。对。能卖钱那更好了。对。没什么问题了，我们这个房子。对，所以我们基本都不担心什么问题，只是说还不像是我们租的那个房子那么的适合生活而已了。适合过农村生活而已了。现在的问题呢，就是那个水把路淹了，我们要拉材料都拉不了，就这个问题而已了。那个问题也好解决，不下雨水降了也可以拉了。你看，如果它经常淹这样子，我们也可以补高，把淹的那里就是把水泥道让它高过水面。他们说就是有一个洞，水流下去吗？到时候如果干了，我们去把那个洞挖大一点。他们堵了嘛？对，村民堵起来。以前他们养鱼就堵了，好像是拿水泥去堵的。到时候我们把它拉掉，然后水流就大了嘛，然后以后就不会积水了。其实路那里也可以搞水泥沙子，然后灌一下，让它这个路面高一点，也可以，这个水就淹不到上面去了。